今天的米兰德比，国际米兰客场0-1又输给了 AC 米兰，已经在米兰德比遭遇了连续7场不胜，2平5负。而今天的比赛，老 K 陪着大家呀一起直播看完，真是比赛太难看了，节奏太慢了，并且几乎没有什么战术和技术上的亮点。国米的前锋甚至一脚射正都没有，这也让 AC 米兰本赛季双杀国际，但是在积分榜上，国米仍然有7分的优势。那么这也是自10到11赛季以来 AC 米兰首次在意甲单赛季双杀国米，而那一次也是阿莱格里首次执教 AC 米兰的第一个赛季。所以兜兜转转一大圈，米兰上一次赛季双杀国际的主教练居然还是阿莱格里。就今天这场难看的比赛，竟然德比的门票销售数额达到了870万欧元，还打破了意甲历史上单场比赛的票房纪录。而在意甲历史单场比赛票房前5啊，竟然全都是有国际米兰的比赛，分别是26年的 AC 米兰对国米，25年的国米对 AC 米兰，26年的国米对尤文图斯，24年的国米对 AC 米兰，还有24年的国米对尤文图斯。不过虽然票价创了新高，但从今天来看，已经意甲回不到过去曾经的辉煌了，两个烂兄烂弟。比赛唯一值得说到啊，是我们一直发现 AC 米兰的中锋莱奥在场上一直摸鱼，而且他总能精准地判断出对方的意图，总是在国际米兰可能的传球线路上进行反向选择。什么意思呢？就是国米的球到哪儿他就反着倒着退，不去那里。还有比赛的最后 AC 米兰的里奇有一个疑似的手球，其实在老 K 看来那就是手球，手肘已经扬起来，不仅扩大了身体的面积，而且还有个上扬的动作，但竟然这个疑似手球啊都没有得到 VR 的回看，这确实是有争议。很明显的张开了，很明显的抬手臂，球还是打在小臂不是大臂上，居然这也不启动 VR， 真是意甲的裁判太无敌了。那么另一方面，国际米兰的球员状态也是太差，尤其是下半场，球通过中间导到左边的迪马尔科，迪马尔科又传回中间，中间又传回右边，就感觉右后卫邓弗里斯和左边的迪马尔科谁都不愿意传中，最后实在没办法传中吧，没有一脚球自己的前锋能在禁区内顶到，所以国际米兰从过去的6杀 AC 米兰变成对对手的7连不胜。这过去的主教练无论是皮奥利、丰塞卡、孔塞桑还是现在的阿莱格里，国际米兰真的很久没有赢过 AC 米兰了。朋友们，感谢你们对老 K 的支持。最近还有朋友给我发来了他自己制作的老 K 足球新闻的 logo， 网友朋友真心的喜欢，让我非常感动，咱们也会陆续的把它用上。所以感谢您的订阅，感谢您的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咱们继续。这样想来还是皮奥利好，只有皮奥利打国米是故意送分，并且皮奥利一家人都是国米的球迷，这种做法有些但其实真相啊，是皮奥利的战术被国际米兰克制。国米的战术本来就是要让出球权，等你来高位压迫，利用自己的战术能力打反击。因为国米球员现在个人能力确实一般，执行力确实很强，你让他攻他不好攻，但你如果打高位压迫国际米兰，国际米兰的战术运转起来，不要说 AC 米兰了，拜仁、巴萨都很难打。所以皮奥利虽然打国米不行，但是在近年来的米兰也算是教父级的人物。反观国际米兰自己的高压就非常让人尴尬，这就像动物世界的纪录片啊，一只已经掉光了牙齿的老虎扑倒猎物的本能是还有，可是咬不破猎物的皮。 AC 米兰就像是已经发现了这个猫腻，索性躺在地上等着国米来咬，你来呀你来呀。可是国米啊，这头猛虎的汗都掉下来了，也可能是真累，也可能是尴尬，总之是只为不杀。只有左边路的迪马尔科还能够传中，还能够穿插一下，还能够冲一下，而右边路的国米基本是半瘫痪状态，也就不知道扎莱夫斯基为什么要卖掉。本来赛前呀，大家都以为这一场德比啊，国米也不存在体能问题，也不需要留力去打欧冠，对手又是德比的老对手，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恩怨，对 AC 米兰也多轮不胜，正好是复仇啊。可是最后看场面，发现完全是大家想多了，国米球员压根就没体现出想赢的心情。最后时刻稍微有点进攻，前面的80几分钟啊，真的是一点不积极。当然这一幕在踢博德闪耀的时候我们也见过，国际米兰也是左右传来传去，倒来倒去，不知道想干嘛，不知道要干嘛，踢的是真难看，就是不传中。所以意甲也就这样了，真不如英超保级队的比赛好看。今天在直播中有朋友在留言区说，那还不如昨天看的沙特联赛好看。这样想来 C 罗那句话还真没错，沙特联赛说不定还真比5大联赛的意甲更好。
至于意甲剩下的冠军争夺，应该没有悬念了。剩余的赛程，国米比 AC 米兰更好踢，强队也就只剩罗马和亚特兰大2支，而 AC 米兰还要踢那不勒斯、尤文、罗马、亚特兰大，难度要大许多。一句话，意甲是真难看，虽然是米兰德比，但咱们也必须客观摸着良心说，如今看意甲真已经不能用没落来形容了。只是年纪大的像我一样的老球迷，依然存着年轻时的那种梦，继续在陪伴着意甲。而综合来看，国米本赛季的强对话表现实在太差，这个阵容的缺点暴露的太明显。打弱队嘛，凭借球员的个人能力还是可以基本碾压，特别是本赛季意甲的弱队水平太差，除了乌迪内斯、亚特兰大等极少数的球队以外，10到20名的意甲球队根本没法看。所以别看今年国米能夺冠，其实自己阵容结构存在太大的问题。虽然还领先7分，那也属于竞争对手拉胯。今年夏天必须要重建。现在的进攻线几乎全部不合格，只有皮奥还算相对正常，有点潜力。而比赛中大部分球员没有体现出德比应该有的态度，丢3分不是坏事，但是没有态度，作为球迷很难原谅。从主教练的角度来说，齐沃第1年接手这么一个烂摊子，从成绩上来说无可挑剔，但气质上距离大家期待的那支国际米兰气质现在差太远，所谓不堪入目也不过如此啊。那么今天国际米兰的锋线哑火，他们也是本赛季首次连续2场比赛被零封。上一场是意大利杯半决赛首回合客场0-0战平了科莫，所以自欧冠出局以后，现在球队锋线遭遇了伤病困扰，蓝黑军团缺少老塔罗还真不行。这场失利也终结了国际米兰联赛的15轮不败，并且上一次国米在意甲输球，对手也是 AC 米兰，比分也是0-1。那么蓝黑军团的球迷现在眼光要瞄准明年夏天。目前热刺队的主力门将维卡里奥已经表态，愿意在今年夏天转会国米。29岁的他也被认为是一个热门人选。这位意大利国门自己很想要回到意大利，也完全愿意加盟国米。但在此之前，国米必须先要确定引援的预算，还有维卡里奥的转会成本，这里面也要考虑热刺会不会在英超降级。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国际米兰没有那么多钱，并没有将阿斯顿维拉的主力门将大马丁内斯作为今夏的引援目标。大马丁内斯自己倒是有一些麻烦事儿，由于在阿根廷国内他代言了博彩网站，所以可能会被英足总指控。因为英足总的规定，英格兰的职业足球运动员被严格禁止亲自去宣传、推广或者代言博彩活动，这件事情还得看后续的发展。另一方面，国米自己的青训负责人马西莫·塔兰蒂诺转投了罗马队，所以没有办法，国际米兰正在考虑从帕尔马队或者尤文图斯挖人。国米这边之前的萨马登刚走，塔兰蒂诺又要走，估计是青训没有钱，不投钱挖小孩的话，那青训主管待着也没意思。对了，今天的比赛，米兰中场40岁老将莫德里奇自己亲自买了许多米兰德比的球票，并且邀请大量亲朋好友前来观看比赛，其中还包括了米兰的旧将曼朱基奇。莫德里奇是一口气购买了60张门票，专门招待那些已经从克罗地亚过来米兰的亲朋好友。现在关于莫德里奇和 AC 米兰是否还会续约1年的问题还没有定论，所以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米兰德比。而已经退役的曼朱基奇，过去和莫德里奇从克罗地亚国家队并肩作战的时候起，就是关系非常铁的好哥们儿，两个人的年龄也相差无几。而且在曼朱基奇漫长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赛季，他在米兰度过了最后的6个月时光。那半年时间，曼朱基奇总共只参加了10场比赛，也是作为替补出场，踢了一些零碎的时间。那么今天比赛在临近结束，莫德里奇一个报复性的背后铲人吃到黄牌，也是在亲朋好友们面前证明了自己的脾气。另外多说一句冷知识，莫德里奇和曼朱基奇他们还闹过矛盾，冷战过几年。冷战的时间很长，是因为双方都以为对方仍然在生自己的气。后来朋友说开了之后在 Instagram 上也不互相关注，但可以专门找对方的帖子去给对方点赞，也可以在自己的 Instagram 上去祝贺对方。他们还甚至约着一起打网球，还会在 Instagram 上面斗斗嘴，对方互损关系已经非常好了。现在曼朱基奇甚至可以住在莫德里奇家里面，但两个人的 Instagram 依旧没有互相关注。好，今天葡萄牙超级联赛一场举世瞩目的碰撞，本菲卡最后2-2战平波尔图。穆里尼奥的本菲卡在主场上半场就落后2球，但下半场连扳2个。本轮结束，本菲卡已经坐稳了第3，差第2名葡萄牙体育3分，差第1名波尔图7分。
今年的联赛还有9轮，不知道本菲卡的穆里尼奥能否突入前2名的欧冠资格赛区。另外，意甲罗马队今天客场1-2输给了热那亚，所以现在跟科莫队同积51分，科莫队第4，罗马第5，尤文图斯50分第6。这3个队将争夺唯一的一个进入前4欧冠区的名额。原神安东尼的皇家贝蒂斯今天也客场0-2输给了赫塔菲，这也让他们继续坐稳了第5的位置，已经不太可能超越第4名，因为距离比利亚雷亚尔第4名已经有11分的差距。比赛中原神安东尼是替补登场了29分钟，他也是一直有伤，一直在坚持带伤作战。另外，在德国乙级联赛挺有意思的，在明斯特普鲁士对阵柏林赫塔的比赛中，有一位蒙了面的球迷拔掉了 VR 的监视器电源，导致主裁判无法观看 VR 的回放画面。最终点球判罚只能由科隆 VR 中心的助理裁判远程做出决定。主裁判因为看不到回放，自己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面对的只是一台没有画面的显示器。最搞笑的是，与此同时，看台上的明斯特普鲁士极端球迷还打出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把 VR 的电源拔掉。最后主裁判只能通过球场广播表示，我们已经对禁区内的一次疑似犯规进行了核查，我的同事确认明斯特24号球员明显踢到了对方的小腿，因此我做出的最终判罚是点球。于是这个点球让柏林赫塔队取得了1-0领先，这对明斯特普鲁士队来说是沉重打击吗？并没有。比赛重新开始仅仅几秒钟，明斯特普鲁士队就利用头球将比分扳成1-1。不过最终柏林赫塔是在补时第3分钟完成了绝杀。有点意思这让我们想起来过去韩国电竞联赛拔网线事件。OK， 另一方面，昨天咱们说到的姆巴佩现在新的恋情，现在更多的消息传来，姆巴佩和这位西班牙女演员并非首次约会，通过照片基本可以确认就是2人本人，但2位目前都没有公开承认这段恋情。有意思的是，在2022年，巴西边锋维尼修斯曾经和这个女演员也有过互动，2个人还一同前往了迈阿密旅行。维尼修斯和女演员在2024年在马德里的一次演唱会上还公开同框，所以外界一直猜测维尼修斯和这个女演员也曾经有过一段恋情，只是没有修成正果。不过女演员埃克斯皮托本人倒是予以否认。今天姆巴佩已经回到了马德里，陪同他的除了亲人还有皇马的2名康复师以外，就有他的西班牙女友埃斯特埃波斯托。今天姆巴佩回到马德里主要任务是皇马的医疗团队会评估他的伤情。姆巴佩和他的绯闻女友还被拍到接连进入同一家酒店的镜头。目前正在进行的女足亚洲杯，在 A 组韩国女足和澳大利亚女足已经打完3场，各自积7分已经晋级，而 B 组的中国女足和朝鲜女足2战2胜各积6分， C 组的日本女足积6分，中华台北女足和越南女足同积3分，都有希望进入下一轮。那么在下半区，澳大利亚队和中国队，中国队目前的水平应该是踢不过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刻意的避开日本进入下半区。另外，韩国队虽然进入了上半区，可是进4强的问题也不大。朝鲜队和中国队谁都不想提前8强遭遇东道主澳洲，所以平局对中国队很不利。韩国队位居小组第1，那么澳大利亚第2。下一场中国队就要赢了朝鲜，才能以小组第1避免在淘汰赛第1轮就碰到澳大利亚。不过就算成了小组第1，半决赛遇到澳大利亚也很难赢，还是大概率会被淘汰。在女足世界杯中，前面老 K 也报道过，伊朗的国家女子足球队在赛前演奏国歌的时候保持沉默，这行为遭到了伊朗国家电视台主持人的严厉批评，甚至称他们是战时叛徒。评论员这种批评引发了外界对女足球员安全的担忧。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说由于球员没有在比赛前唱国歌，这种行为体现出耻辱和缺乏爱国精神，相关人员应该受到严厉惩处。所以这就是老 K 说的，我认识的伊朗人都是站在反政府一边，而且数量非常的庞大，无论是在伊朗国内还是国外。而伊斯兰教传统对女性的禁锢和打压是老 K 坚决反对的。另外，关于热刺队，今天邮报有重磅新闻，热刺如果降级会被面临拆家。现在阵容里面像维卡利奥、波罗、范德芬、罗梅罗、加拉格尔、里沙利松等绝大多数主力和高薪球员都会离队，只有像阿奇、格雷、丹索、萨尔、贝里瓦尔、索兰克、库卢塞夫斯基、麦迪逊等等，只有大概10个人大概率留队。所以这也就意味着热刺如果真的降级，未来只能以青年军作为核心来重建，队内多数球员的合同中都包含降级条款。
如果降级，他们的周薪最高可以削减 50%， 最高可以达到14万英镑的削减。但是几名顶薪球员没有此类条款，而一旦热刺降级，他们和球员的谈判地位也会被大幅度削弱。有意思的是队内的哈维·西蒙斯当初为了加盟热刺拒绝了切尔西，而切尔西紧接着就买了吉滕斯，真是卧龙凤雏啊！哈维·西蒙斯也属于大概率会离队的情况。好，昨天我们不是说嘛，梅西最近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面，这件事儿在中东地区引发了争议，因为美国、以色列正在跟伊朗进行交战，所以社交媒体流出视频，有一些伊朗儿童焚烧印有梅西名字的巴塞罗那，还有阿根廷国家队球衣。这些画面今天被大量转发，引起了广泛关注。那么咱们再看看梅西，迈阿密的国际老板豪尔赫马斯近日透露，如果把俱乐部的股权收益计算在内，梅西在迈阿密国际俱乐部的整体收入每年是7000万到8000万美元。随着俱乐部估值持续上涨，这份合同的实际价值也在不断攀升。根据工会公布的薪资数据，梅西的基础年薪是1200万美元，保证薪酬是2045万美元。这个保证薪酬是将合同周期内的所有奖金按照年限进行摊销。上赛季梅西是美职联收入最高的球员，排名也高于洛杉矶的孙兴慜。孙兴慜的保证薪酬是1115万美元，迈阿密国际的布斯克茨是以875万美元排名其后，但布斯克茨已经在赛季结束后宣布退役。另外就是梅西和迈阿密国际签订的合同包含了股权比例，这大幅提升了合同的整体价值。23年梅西加盟之前，迈阿密国际的估值是 5.85 亿美元，而福布斯最新在本赛季已经将俱乐部的估值提高到 13.5 亿美元。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梅西具体持有的股份比例是多少。那么现在老板给出了这样的估算，所以股权的价值每年至少达到6000万美元。目前老板豪尔赫马斯还有他的兄弟何塞马斯以及大卫贝克汉姆是迈阿密国际的主要所有者，而梅西持有的俱乐部股份将在自己退役的时候正式生效。此外，梅西在加盟美职联的时候还分别和 Fanatics 还有 Apple 签署了独立的合作协议，这些合作也能带来收入。另外，梅西和阿迪达斯之间还存在合作，阿迪达斯和梅西的合同也不包含在迈阿密国际的合同之中，所以我们就能理解球王梅西为什么会选择去到美职联迈阿密国际，这也是一个双赢多赢的局面。最近关于纽卡的中场球员意大利球员托纳利，由于他在纽卡的表现非常惊艳，踢出了一个伟大的赛季，所以英超各大豪门都在行动，都试图摸清楚签下托纳利的可能性，这其中包括曼联、曼城等等。但由于纽卡将托纳利视为极其重要的球员，所以标价非常高，触及了9000万到1亿欧元的水平。这样的标价也几乎让所有的意大利俱乐部退出了竞争，尤文图斯已经放弃。所以今年夏天我们会看一看谁到底会真正的开启对托纳利实质性的谈判。另外，皇马方面传出新闻，今年夏天他们计划补强中场，但曼城的罗德里并不在计划之中。现在皇马正在研究水晶宫的沃顿、阿尔克马尔队的施密特，还有大巴黎的维迪尼亚，这些潜在操作目前仍处在评估。而巴塞罗那正在推进想签下国际米兰的巴斯托尼，但国米的要价可能会超过8000万欧元。巴塞罗那没钱，所以想尝试降低转会费，这就需要球员本人的全力配合。另一方面，国米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给巴斯托尼提供一份待遇更优厚的续约合同。好，意大利罗马队的中场球员马努科内现在受到了大巴黎的追捧，他的身价已经超过5000万欧元。这是罗马队在24年夏天花费了1800万欧元从门兴格拉德巴赫签下的法国中场。现在科内已经在法国队成为德尚的重要成员。那么如果罗马队无法拿到下赛季欧冠资格，出于财政平衡的考虑，很可能不得不做出牺牲。24岁的科内1.85米，属于典型的黑人瘦腰。好，感谢大家对老 K 的支持，欢迎您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也欢迎您订阅，咱们明天再见。